联合国呢，在1948年通过了260号决议，该决议的名称呢就是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公约。那么这个公约呢，第2条，对这个种族灭绝呢有定义，就说凡是符合下个5条当中的任何一个条款的，都可以被认为是种族灭绝，而且是国际法认定的。这个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公约呢，是有一个犹太人，他的家人全部都死了，他叫 Raphael Lemkin， 他是现在埋葬在纽约，他是一个波兰裔的犹太人，最后到美国教书，他是个法学家，他起草的，他起草是因为他经历了犹太大屠杀，他不想让人类重复这个悲剧，所以呢，他起草，然后呢，游说联合国官员，最终在48年通过了。48年通过了。那么这个第2条的五个款项里头，第1条是什么呢？杀害该团体的成员。那么我在这里头呢，就列了几个几个人他们的照片。这些人呢都是维吾尔人的学者，最左上角的是一位诗人，下面的是中国政府当时让他翻译的这个《古兰经》，穆罕默萨利哈吉，这个最右下角的这个人呢是一个房地产商，我有幸大概是在2005年在马来西亚和他见过一面。那么这个人呢，最后我加上去，因为他也是在喀什，最后在集中营里头死了。那么死亡的人不仅这几个，最近传出来的有几个维吾尔著名的学者放出来到家2、3天以后就死亡。那么这个呢是杀害。那么我们还有信息自由亚洲电台的调查记者调查报道，有埃及、土耳其遣返的留学生死于拘押的名字也有，还有其他的这些人的，包括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多利库奈萨的父母都死在集中营里头。至于我的家人是活是死了，我到现在通过各种渠道都打听不到。那么种族灭绝公约的第2条呢，致使该团体的成员在身体上或精神上遭受严重伤害。那么这个照片上呢，就是一部分被抓捕关押的维吾尔学者，这些人里头呢，包括校长、大学的校长、中学的校长、教授，歌唱演员，画家，诗人，医生，电脑专家等等，包括一些语言学家。那么这里面大家最知道的伊利哈木托蒂教授被判无期徒刑，还有著名的作家姚昆罗兹，还有著名的这个民俗学家拉希拉达乌在美国有很多的朋友。都一直在为他发声，还有新疆大学的校长塔什普拉特耶，新疆医科大学的校长哈姆拉多布，这些人都是共产党员，好多都是共产党员，都在向新疆大学的校长和医科大学的校长呢，可以说是按共产党的体系是厅局级的干部，只要是维吾尔人都被抓了。也就是说，这次的种族灭绝。就是要把维吾尔人的精英全部都要消除。那么到现在为止，这些被抓的人，绝大多数没有任何音讯，包括像诗人贾拉勒丁，穆罕默德·贾拉勒丁穆罕默德，他呢已经被判无期徒刑，姚昆罗兹被判20年，等等。这个第3条呢，就是故意使该团体处于某种生活状况下，以毁灭其全部或局部的生命，这是联合国种族灭绝的第3款。那么很多维吾尔人呢被送到了集中营、监狱里头。那么我刚才讲了，监狱里头出来2、3天就死亡，就是把这些人呢使他
严重的处于一种弱势的或者是随时可能死亡的一种境地。那么这些呢，就是集中营、监狱里头，包括强制劳动营等等各个方面的。那么第4条呢，强制实行办法，意图防止该团体内的生育。那么他们所做的呢，一个呢就是强制维吾尔人和汉族通婚，就是说告诉维吾尔人，我们的某一个汉族干部看上你了，如果你不同意，那你的家人就要去集中营学习，说明他们有民族倾向，你有民族倾向。那么用这种强迫的方式，然后呢就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。给予钱、房子等等，终生什么孩子教育不付费、免费等等。那么这些方面呢，像这个下面的2位，一个是哈萨克女士，一个是维吾尔女士，她们作证。我在这里头呢也给了这个 link 就是说，根据 Adrian Zins 的他的研究，等等的这些方面的数据，以及他发表的文章，包括对维吾尔人进行强制节育、绝育，各种的。那么这个 Adrian Zins 教授的这个报告呢，是发表在我记得是Jamestown Journal 里头，那里头你们可以找到，这也有 link。最后一条呢，第5项是强迫转移该团体的儿童至另一个团体。那么这些呢，就是维吾尔人被迫穿上汉族人自己都现在不穿的所谓的汉代的服装，什么战国时期的孔子的服装。然后呢，办了很多的所谓的幼儿园、孤儿院，那么把这些维吾尔人的父母抓走以后的孩子呢送到那里头，等于是儿童集中营。最右下角的这个画面呢，就是一个维吾尔人，因为孩子父母都被抓，最后冻死在一个小河里头。那么这里头呢，我也用了 Adrian Zins 先生教授有关这方面的研究，在就是说根据中国政府自己的数据，在刹车县呢就有1万多个维吾尔孩子呢遭遇了艰难，意思就是父母都被抓了，所以呢他们都因为双亲或者是单亲都被抓了，等等这些数据呢大家可以自己看一看。刚才我把这个是那么最后呢，我要讲的就是世界需要醒悟，站出来应对中国的威胁。这是维吾尔人的呼吁，我们呼吁了几十年，可以说将近1个世纪。如果我们不去应对，中国政府的这种对世界的威胁，如果一个政权可以肆无忌惮在21世纪公然进行种族灭绝，这个种族灭绝是根据国际法可以确认的。那么也有美国国务院也确认了，还有几个加拿大、英国、比利时几个国家的还有法国的国会也都通过决议确认，中国在东土厥斯坦的暴行已经构成了种族灭绝。那么如果一个种族灭绝的国家还在世界舞台上指手画脚，那这是对人类的一种应该是一种耻辱，是我们文明的一个严重的缺陷。我相信在2战的之前之后，如果我们看历史的话，大家都知道，美国总统没有去和希特勒握过手，没有和希特勒要见过面，想过要见个面，除了英国首相钱伯伦为了所谓的和平到慕尼黑1、2次去跟希特勒签订了所谓的慕尼黑协议，把捷克的苏台德地区给了希特勒，但其实也没有能够阻止尽管他钱伯伦得了和平奖，但也没能阻止2战的爆发。最终因为这种绥靖的政策，使得美国、英国，包括当时的俄罗斯、苏联，都不仅仅是这部分犹太人600万付出了代价。这个代价是不仅仅是那600万犹太人，还有其他的这么多的人。当然，犹太人付出的是最大的这个代价，所以才有
种族灭绝公业。所以现在我们既然确认了这是一个种族灭绝的一个政权，还要向他呼吁，要和他对话，要和他谈，还要和他搞什么环境保护、气候协议，我觉得我们太过于幼稚。好，谢谢大家，Thank you， Rahmat Sizge。好，非常感谢伊利夏提先生的分享。那我们听到这些故事也是非常非常的愤怒，非常的悲伤。那么，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、有任何评论，可以写在这个 Q&A 这个栏目里边。已经有一个问题，正好也是和我想问的问题有关。他问中共的少数民族政策是什么？其他少数民族的遭遇也是像维吾尔人一样吗？我们知道陈全国在他成为新疆的书记之前，他是在西藏当书记。那么他的很多做法是和他在西藏的一些做法是一样的，包括这种就是大规模的抓人，包括强迫藏人的孩子跟父母分离等等，包括从一个镇到另一个镇，一个村到另一个村出行也需要路条啊等等。那还有一篇文章呢，我记得是 Freedom House 的 Sarah Cook 他写的，他说就是中共的这种 learning curve，中共他从镇压法轮功当中学到了很多很多的残酷的镇压方法，那么这一套方法也用在了整个对东突厥斯坦的维吾尔人和其他民族。所以就是请伊丽莎提先生回答一下这个问题。包括土伯特人包括蒙古人，也都遭遇了同样的，但是呢，可能这里头还有一点细微的差别，就是说维吾尔人呢，因为他的长相，他的信仰，所以从一开始就被中国另类对待，也就是说对维吾尔人这块呢。再加上我们的地理位置，它是陆路通往欧洲的一个关键的一个要点，所以这种镇压呢始终就存在，包括那些集中营改造等等。像我也出生在伊犁，在那里头读过2、3年维吾尔语，呃，文字改革是一个，就是当时强迫维吾尔人把文字放弃用的那个阿拉伯字母，然后用拉丁字母，就是拼音，实际上是把拼音套过来用维吾尔人。那么当时我记得印象最深的就是，我在爷爷的呃，当时爷爷是我很小的时候记事开始，我以为他是一个木匠，他在一个很大的一个村子里头的一个房子里头做木工，我总觉得这个房子特别大，后面我才知道那个实际上是清真寺，我爷爷就是那个清真寺的主持，那么当时呢，就是让他在自己的清真寺里头做木工活，呃，那么可以想象他的感觉，以及和他在一起打工的那些人的感觉。那么，还有一次呢，就是说我第一次知道斋月，现在我们是在斋月，今天大概是第5、第6天。那么我第一次知道斋月是一个晚上，我醒过来，突然发现爷爷和奶奶在做饭吃饭，我就觉得很惊讶。然后我再起来看，爷爷奶奶把那个窗户用被子全部门都堵死了。然后爷爷告诉我，这是斋月，不能让别人知道，不能让他们看到。然后我记得有一次爷爷正在做木工活的时候，那是个斋月，我知道爷爷封斋了。那么一个干部进来，就问爷爷你封斋没有？
那是60年代的末期，也就是说没有。然后呢，那个干部就拿了个卷的烟，跟他一块卷摩盒烟，爷爷就不得不卷那个摩盒烟抽。那么这种迫害，并不是从今天或昨天陈全国开始，实际上一直就存在。那我爷爷他们呢，是遭到监控、被批斗，还有很多的维吾尔人，死在了那里头，尤其是参加过第2次共和国，这一部分的维吾尔的军官士兵，大多数都是在以文化革命的名义，批斗他们，最后毒打把他们打死的有很多。所以，维吾尔人呢，一直就是处于这种被呃迫害的这个角色。那么其他的像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，就是同样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，因为回族人可能我不否认维吾尔人一直希望独立，在这块土地建立自己的家园，所以始终有一部分知识精英在追求这个梦，在延续这个梦。那么回族人呢，同样信仰伊斯兰教，他们没有这种可能过去有过历史上，但是近代基本上是没有，他们也和中国是融入的，所以没有土地的要求。所以大概在80年代的时候、90年代的时候，在宁夏阿拉伯语学校，他们礼拜，甚至于在一些电视节目中，当时也出现过带着 hijab 的一些回族女士，进行各方面的演讲啊等等，所以呢，当时比较东突厥斯坦，那进清真寺，是要被监视的，干部不准信仰宗教，我在当老师的时候，当时就有一次，大概是2001年左右，那么学校里头就专门开会。教工严格禁止逢斋做礼拜，如果老师当中出现，一旦抓住，立即就辞退，这就是当时的政策。所以呢，对于这种有过自己身份、文化以及各个方面的与所谓的中华民族不同的这种特质的民族，中共是作为敌人对待。好谢谢。那你可以把那个屏幕分享给关掉，这样的话我们，OK。好。嗯，对，一会儿看看李安友教授有什么问题。我下面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跟刚才的有关系。有的一些学者把中共，尤其习近平上台之后所推行的“一带一路”和新疆的集中营种族灭绝联系起来。就我们如果看中共“一带一路”的那2条线的话，东突厥斯坦都是处在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位置。另外呢，即使在这近些年的种族灭绝之前，我们也知道中共从新疆这个地方攫取大量的资源，各种矿产啊等等这个资源。所以也请伊丽莎奇先生讲一下经济因素，“一带一路”包括新疆，它的这个从新疆转到其他地方的这个资源，它起到的什么样的影响？可以说，中国的维吾尔人的被种族灭绝，目前面临的这个民族危机，和中国要成为世界的霸权，要替代美国的这个梦想，如果用 Pillsbury 的话说，100年马拉松的这个目标，从这个角度分析，我可以说维吾尔人成了美国和中国的这种争霸的一个牺牲品，呃，因为维吾尔人有这种梦想，独立建国的大部分的维吾尔知识分子以及大部分的维吾尔人。那么，所以呢，中国一直想要把这块土地呢完全控制。刘亚洲最近我听说他被判了无期徒刑。刘亚洲大概是在2014、15年左右写过一篇文章，他认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，如果要成为大国，必须是从内陆通向欧洲，因为他说
美国从海上可以很容易封锁我们资源各个方面，因为它有这个岛链的美国的各种基地，所以呢，我刘亚洲的文章里头就强调，新疆是中国的桥头堡按他的说法，所以要保这块土地，确保它的不出问题，不按中国的说法稳定。所以呢，习近平的一带一路实际上就是为了强化这种战略上的目的。当然，经济上有没有也有。那么他要得到资源，包括中东的石油，通过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等等，但是要经过喀什噶尔。那么从现在的中亚这些国家，哈萨克斯坦、土库曼斯坦、吉尔吉斯坦都要通过伊犁这一边，所以这两个城市又是喀什噶尔是第一共和国建国的首都，伊犁是第二共和国建国的首都。那么这两个更是东突厥斯坦的桥头堡。所以中国的一带一路和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，加上刘亚洲的这个讲话这个文章和戴旭的讲话，那么就确定了中国认为必须把维吾尔人同化，因为他是不可能通过他的这种，因为共产党可以说把汉文化都摧毁了，所以呢，这种过去的那种绅士也没有了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维吾尔人在某些方面呢，不可能去学习，也不可能去被汉文化所同化。维吾尔人为自己的文化很自豪，加上维吾尔人的文化是一种开放的，因为东突厥斯坦处于东方和西方的交接处，可以说他把东方西方的文化融合为一个独特的维吾尔文化，与它的环境各个方面，所以呢，中国没有办法通过软实力或者是各个方面去同化维吾尔人，所以他只能靠强权。那么强权呢，就需要经济支持以及呢政权的，所以这里头有没有一带一路，是和维吾尔人的命运是必然的，据我得到的消息就是说，像这个2009年的7·5以后，因为街头有很多的摄像头，那么维吾尔人也被打死了，也有这些摄像，但是中国政府呢，有意识的只放那些汉族人被打伤的这些被打死的这些视频，给每一个汉族干部到东突厥斯坦来的，然后呢，在他的内部放这些给那些所谓的学者，像马荣胡鞍钢胡连河呀这些人，那么给他们放了以后，那就煽动中国这些知识分子的极端民族主义，以及呢普通的这些人的，然后口传口，那维吾尔人就是恐怖分子，所以要保这块土地，必须除掉维吾尔人。所以“一带一路”是和中国要成为霸权这个梦是直接的联系，而维吾尔人面临的种族灭绝又和“一带一路”呢是直接的关系，因为他要向欧洲通过中亚通过巴基斯坦这两条线要和欧洲连起来，那他必须保证东突厥斯坦完全在他的控制之下，这也就是他们之间的联系。谢谢。那请李安友教授，看您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样的看法，以及对伊丽莎提有什么问题？